中国的崛起对印度构成了4重挑战：一是直接的军事威胁，二是对印度发展核力量的限制，三是对印度南亚领导者地位的挑战，四是对印度国际影响力的削弱。以上这番高论出自印度尼赫鲁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拉贾戈帕兰2017年发表在国际上的一篇万字长文。而拉贾教授之所以会有这种危机感，很大程度是因为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印度精英感到亚洲的军事正在被打破，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中国对东南亚，尤其是东盟10国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了印度，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比肩的程度，而这对印度的大国梦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东南亚也是大印度，是的，你没听错，在印度人眼里，其实东南亚本该是他们的势力范围，而崛起的中国就像是一个强势多金的隔壁老王，只是略微展示了一下健硕的胸大肌，就把他的小娇气给勾走了。不少印度学者哀叹道，如果放任中国在东南亚继续发展下去，那印度很快将失去这个重要的立足点，不仅大国梦无望，甚至还有可能陷入东西两头都被封锁的局面。为什么印度人如此在意中国对东南亚的经营，甚至还将其上升到了国家命运的程度？其实这背后是一场横跨岛屿和大洋，历经战争与兴替，绵延2000多年的东南亚话事权之争。国际政治上的东南亚指的是亚洲东南部的11个国家，这里生活着近7亿人，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如果从宗教文化的视角来看，东南亚可谓是百花齐放，有信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也有信妈祖、拜关公的，还有不少受西方影响崇尚新自由主义的。但其实如果往历史上追溯，许多东南亚国家的文化都和印度有着不深不浅的羁绊，这也是印度人的骄傲之一。印度佛教经典《本生经》里有一个寓言故事，记载了一位印度僧人乘船漂流到了一个叫苏瓦纳布米的地方，这是梵语里黄金岛的意思。后来证实，这个黄金岛就是今天的苏门答腊，而本生经的成书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也就是说，印度人早在2200多年前就已经探索到了印度尼西亚这块。当然，仅仅到达是无法宣示主权的。好在另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为印度人提供了宣称，泰国。泰国历史上有个北部王国叫金灯国，按照金灯国史的记载，曾有一个印度王子来到了湄公河下游一个叫菩提善鸾城的地方，他娶了这里的公主，继而成为了国家统治者，并将国号改为因他巴塔纳空。另外，我国的晋书扶南传和南齐书扶南传等资料里也曾记载过印度贵族和扶南柳叶女王成亲的事情，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古代印度确实对中南半岛有着不小的影响力。除了贵族通婚以外，古印度对东南亚影响最大的当属宗教层面。古印度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创立了佛教，随后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当地的主要信仰。今天国际知名的泰国吴哥窟、抓瓦婆罗浮屠等旅游景点都是这段历史的辉煌剪影。除此之外，还有印度学者提出，缅甸、泰国的文字也脱胎于印度梵文，因此这些地方的古代统治者其实可以算是精神印度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南半岛的一类越南。古代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一直以南方小中华自居，在他们眼里，这些受印度文化熏陶的国家通通都是蛮夷，应该归顺于越南，接受王道教化。也正因如此，千百年来中南半岛一直打个不停。但比较搞笑的是，暹罗、扶南、蒲甘等国挨打了以后，从来没想过去印度求援，而是步调一致的向中原王朝上书，请求中国派人出面调停或是保命。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古代印度大部分时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几百个小国和部落组成的地理概念。而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完成了大一统，小国统治者们当然很清楚这背后的含金量，而中国统治者发明的朝贡体系赏罚分明，仅需一句尊奉天子便能换来不少好处，这可不比印度那些只会念经的佛陀好使。到了明代，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到达了古代封建王朝的顶峰，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小国无不震惊于宝船的宏伟和先进，中华文化随之四海开花。这一时期，明朝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设置3宣6卫，在爪哇设立旧港宣慰司，管理马六甲海峡。当时越南的文人可以参加明朝的科举，印尼、文莱、泰国等地的国王也多是华人后代。可以说，中原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在明朝衰落后，满清统治者再无这样的国际视野，一味闭关锁国，不仅错失了工业革命，还导致东南亚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在这之后，西方列强以此为跳板，轰开了满清国门，拉开了100年耻辱的序幕。论近代的伤痛，
中国和印度有许多相似，但在伤痛之后，两者的反应截然不同，一个躺平挨打，一个顽强抵抗。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的抵抗精神不仅照耀着黑暗中的中国，也照耀着东南亚、二战时期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共产党军队。多由华人组建，无论当地掌权的是英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最令殖民者头痛的抵抗力量。这种不同也体现在战后秩序的塑造上。印度建国后奉行不结盟策略，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东南亚事务不管不顾，而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关注着东南亚的事务。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越南战争。关于越南的历史，我们这里不多赘述，只讲一点，那就是最后越南和中国反目成仇的时候，其实东南亚各国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一方面，他们希望中国能狠狠地教训越南这批野心狼；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中国打败越南后会实行扩张战略。好在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表现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越南被打得倒退了50年，但中国也恪守承诺，没有占领越南一寸土地。这件事被东南亚各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当改革开放开始以后，各国立马争相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许多国家的元首甚至跑到中国来祭祖。而随着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不断升温，躲在小楼成一统的印度人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呀。1992年，印度拉奥政府提出了东向政策，宣布要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和战略关系。随后，印度政府开始频繁出访东南亚各国，但由于自身实力低微，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直到1998年，印度核试验成功，东向政策才终于获得了一点大国的体面。2003年，新加坡总统纳吉首次访问印度时吹捧说，整个东南亚区域都看得到新印度正在崛起，印度对东南亚区域贸易、经济发展、稳定及发展扮演关键角色。与此同时，印度国内的学者们也纷纷开始追根溯源，并创造出了所谓的大印度联邦的概念。在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口中，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缅甸、斯里兰卡甚至我国西藏都应该被划入印度版图。而实现大印度联邦之后的第二步，就是将印度教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进而将整个东南亚都变成大印度的一部分。虽然这个方案看上去和孙小川迎娶伊万卡没什么两样，但印度政客还是设法使其变成了一个更文明的3步走外交战略。第一步，成为南亚领导者；第二步，成为亚太大国；第三步，成为世界大国。经过10几年的努力，印度人自认为已经完成了第一步，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第二步，走出南亚，跻身世界。具体要怎么走呢？其实看看地图就明白了，要么往东去东南亚，要么往西去欧洲。至于北边，那里一水的伊斯兰国家和印度八字不合。2014年莫迪上台后，将东向政策改名为东进政策，以显示加大投入，狠狠攻略东南亚的意图。但为时已晚，中国和东盟的10+1领导人会议已经开了20多届，中国早已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就在莫迪老先提出东进政策的前一年，中国已经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印尼高铁、缅甸胶票港、中老铁路等大型基建项目不断上马。印度即便想同台竞技，也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实力，因此印度政客们开始疯狂找补，试图用文化软实力来抵消中国在经济、基建等方面对东南亚的影响力。时任印度外交部长的沙希塔鲁尔曾在一次讲话中说，当今世界国家能否获胜不在乎军队大小，而在于是否能讲述更好的故事。于是印度媒体开始宣传宝莱坞电影在东南亚大卖特卖，印度瑜伽风靡全球，印度美食更是没人能拒绝。一位叫朴亚卡的尼大学者更是发文称，印度一直是一个软实力的大国，而且与中国崛起不同，印度的崛起并没有给国际社会带来恐慌和紧张的感觉，但其实对中国崛起最恐慌的就是印度。2005年，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名为《亚洲的能源未来》的报告中声称，中国海军正在搞一个珍珠链战略，把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以及孟加拉、缅甸、柬埔寨等国的几个港口串联起来，形成一道海上航线。这份报告在印度国内引起了极大恐慌，不少印度精英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条针对印度的海上封锁线，一旦让它成型，印度就将被困在印度洋内，进出不得。因此，印度过去几年一直在加强和东盟各国的海上联系，试图以此打破珍珠链。比如2016年，印度与越南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向其赠送一艘导弹护卫舰作为开启军事合作的礼物。2021年与菲律宾南海举行了双边海上军事演习，并与菲海军签订协议，以低息贷款的方式向其出售海军装备。再比如2021年，印度与文莱两国续签了为期5年的防务协议，包括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海军舰艇互访以及防务对话等等。总之，印度的种种作为给人一种很忙但不知道在忙什么的感觉。
实际上，印度人很清楚，东南亚现在半个屁股归美国，半个屁股归中国。印度能在亚洲搞得风生水起，本质上也是因为中美对抗。这个机遇期能有多久，谁也说不清楚。也许10年，也许5年，印度本该抓住这段机遇快速发展。可从他现在在东南亚这么一通乱打看下来，这个政府既无长远规划，也无政治魄力，说是草台班子也不为过。如此下去，印度的3步走战略计划恐怕永远只能悬空停在2步半了。别看德国扩张军备的姿态越来越高调，又是放狠话宣称要打造欧洲最强的军队，又是将国防开支提升至本国 GDP 的 5%， 但他现在要核武没核武，要航母没航母，军事发展被限制得死死的。就连常备现役总兵力都只有18万多，单放在欧洲都排不进前5，甚至还比不过曾被自己按着头打的传统战五渣法国跟波兰，更别提这几年军队的战备率不增反降了。被爆出1/4的新兵入伍不到6个月就跑路，留下来的也好不到哪儿去。德国军队内部有 40% 的人都体重超标，个个都吃得膀大腰圆，战斗力咋样不好说，但肚子里一定有酒。此外还闹出过拿扫帚当机枪发射导弹，结果把自家军舰烧焦的笑料，气得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贝克直摇头，简直就是政府领导下的一滩狗屎。那么问题来了，昔日的虎狼之师是如何演变成如今的联邦肥宅的呢？二战时期，德国军队曾如猛兽一般横扫欧陆，创下了闪击波兰、速通法国等 MVP 战绩，让一些欧洲小国一度焦虑的睡不着觉。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德国军队早已褪去了血液中的兽性，仿若变成了一只好吃懒做的大橘猫，还是被阉割之后的那种。正如日本社会有着昭和男儿平成废柴的调侃，德国军队也不遑多让，直接从当年的钢铁雄狮干到了如今的联邦肥宅，在提升机能和体能之间选择了提升体重。这俩昔日的轴心国哥们儿恐怕没想到，时隔多年，他们居然在自嘲这块找到了共同话题。现在的德国军队有多离谱，就拿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这条军队纪律来说，德国士兵们大概率只做到了前4个字，特别能吃，还有特别能喝。据2008年德国军队的一项调查显示， 40% 的德军士兵超重，1/10的德军士兵属于医学意义上的肥胖，远远大于同年龄段平民的超重比例，还有1/3的士兵承认他们从不锻炼。更要命的是，很多都还有严重的酗酒问题。仅2016年1年驻阿富汗的3500多名德军就喝掉了100多万升啤酒，还没事就整什么通宵之夜、狂欢聚会，甚至在总部花园里设了一个酒吧，里面免税啤酒和葡萄酒应有尽有。在处理一些紧急情况时，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司令更是震惊地发现，许多下属要么醉成烂泥，要么余醉未醒，根本就找不到完全清醒的下属。隔壁的驻阿美军军官来德军营地串门时，也直接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只见半个连队的德国士兵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手里捧着酒杯，3-5成群聚在一起胡言乱语，谈天论地，不知道的还以为误入了什么军迷线下聚会。这名美军军官不由得感慨，整个军营里没有负责人，更没有英雄，唯有的就是酒精。某些外国士兵还目击到更让人无语的场面，明明是用来运送弹药的卡车，德国兵们从上面搬下来的却是一箱箱香肠、葡萄酒，连颗子弹的空壳都见不到。因为库存太多，到2021年北约成员国军队撤离阿富汗时，还不忘通过民间承包商把没喝完的 2.25 万升啤酒从阿富汗空运回国，比他们自己撤离阿富汗的时间都要早。良好的伙食算不上高的训练强度，导致德国军队里面出现不少大胃袋，遮住国旗国徽。如何辨别德军部队？很简单，一眼望过去，里面胖子最多的那个就是2017年德国斯图加特报披露，德国在阿的驻军已经成为了友军眼中的酒囊饭袋。文中披露，18至29岁年龄段的德军士兵中有 40% 体重严重超标，肥胖率远远超越德国平民。肥胖频发，训练不足，德军的整体素质不免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2017年7月30号，据德国世界报报道称，7月19号，一名德国国防军候补军官在德国下萨克森州蒙斯特附近地区进行常规的徒步行军训练时，行军3公里后突然失去意识，昏倒在地，随即被送往医院。然而在医院待了10天后，这名军官还是没能挺过来，一命呜呼了。曼施坦因将军听完恐怕都得嘎巴一下气活过来。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德军的人员配置都已经这么优秀了，自然也少不了旗鼓相当的武器装备吧？答案是肯定的，德军的装备确实很拿得出手。自从德国加入北约后，其麾下的联邦国防军便成为了防卫中欧的主力。但北约对在军事上接近摆烂状态的德国相当不满，每次军演结束后，德国装甲师那边总得有10几辆 Puma 装甲车出现故障，无法使用。可即便如此，这些装甲部队仍然将被部署到北约的联合部队之中。这自然给北约气得够呛，多次敦促德国方面注意一点，好好履行对北约的职责。
对此，时任德国国防部长埃伯哈德·佐恩在推特上回应：“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彪马装甲车再次准备就绪。”还表示，联邦国防军正在就这个问题与国防工业专家联系。结果，德国方面给出的回应是向北约快速反应部队部署更多的旧装甲车。这不是德国第一次在北约闹笑话了，以前的德国军队玩的比这更抽象。2014年9月，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挪威举行联合军演，结果德国第371装甲掷弹兵营因为装备不足，竟然在扫把上涂满黑漆，然后将其固定在全狮犬装甲车上冒充机枪。也就是说，现场大概140辆德军全狮犬大都是头顶神秘黑色机枪参加军演的，严谨，太严谨了。也不知道北约盟友们知道后心里作何感想，这给我干哪了？魁地奇大赛吗？德国陆军装甲师团都这么抽象，海军自然也不遑多让，甚至当场表演了一波导弹炸自己。2018年6月21号，德国的萨克森级导弹护卫舰 F219 在训练中遭遇重大事故，一枚垂发导弹在甲板上意外爆炸，现场顿时火光冲天。该事故导致2名德国士兵受伤，舰船甲板和舰桥被大火严重烧毁，所幸导弹的弹头部分并未殉爆，否则整个舰船都得跟着一块遭殃。更搞笑的还在后面，该护卫舰遭遇事故后，德军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全面维修，而是用舰徽掩盖故障部位。既然看上去并无大碍，那大家就当无事发生。直到事故发生5年后，萨克森级导弹护卫舰的维修零件才凑整齐。看到这，可能有人要问了，德国军队频频闹出来大笑话，是因为兜里没钱装备吗？那倒也不是，德国的军费常年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列，比如在2017年其国防开支约为4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8。2024年这个数据更是来到了885亿美元，位列全球第4。但花的钱多，并不代表军队的战斗力就高。从上面提到的种种招笑事迹中不难看出，德国的军费恐怕只有很少一部分花在了刀刃上。所以德国军队为何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二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被解除了武装，整个欧洲的防务都交给了美军，德军不再被允许，也不再需要保持强大的武力。作为2次世界大战的挑起人，德国也知道自己身份特殊，不可能再走武力致富的老路子，于是便干脆两手一摊，什么坦克、飞机、导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还不如埋头闷声搞工业。尽管在加入北约后，美国曾出于增强北约整体实力的考量，多次要求德国适当提高军费预算，但德国不吃这一套，阳奉阴违，表面附和，实际上仍闷声搞经济。一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德国政府才大幅度增加军费，并适当扩大军队规模，但他们很快又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经济发展起来了，加上承平日久，民众们都不愿意当兵了。比如在2022年，德联拒绝服役的人数就比上一年增加了近4倍，新兵的退兵率也是直线攀升，生怕自己真有一天上战场。而早在2011年，德国联邦政府就废除了义务兵役制，全面转向志愿兵制。哪曾想10几年过去，居然面临了兵源短缺的问题。为了扩大兵源，德国只能高价招募志愿兵入伍，等于是给大伙提供了个就业机会。而这恰恰又埋下了隐患，来参军的人往往是为了图一份安定的工作，一旦后续训练稍微严格一点，享受着良好社会福利的德国年轻人就会直接告辞，脱下军装回归社会。因此，当代德军被形容为武装公务员，每周限制工作41小时，严格遵循朝9晚5的作息，周末需支付加班费才愿工作。比如在2016年4月，在挪威参加为期4周的北约军事演习的德国士兵，才待了12天就离开了，理由是已经超过了规定的加班时间上限，接下来全员进入强制休假，一整个就是养尊处优，膀大腰圆，绝不多加班。可想而知，在这种军队氛围中，德国士兵的整体素质会是什么档次？据德国国防部201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招募兵员素质相当一般，被国防部评估为差强人意，伴随而来的还有高达 25% 的新兵流失率，平均每4人中就有1人在6个月内退伍。照这个趋势看，德国2031年扩军至 20.3 万人的目标恐怕是实现不了了。此外，德国军队种种尖锐的内部问题也是削弱战斗力的重要原因。目前德国联邦国防军的现役总兵力约 18.2 万左右，另有几万人的预备役，看上去在整个欧洲都排得上号，能跟英法等老牌劲旅掰掰腕子，实则并非如此。事实上，德国现役陆军仅约 6.3 万人，不仅远低于法国的10多万，也干不过英国的 7.4 万。在现代国防体系中，陆军是传统且至关重要的军事力量构成，而德国明明拥有18万多的现役兵力，陆军数量却如此寒碜，那其他人都干啥去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德军内的后勤文员比陆军战兵的数量还要多，有高达8万多人，堪称欧陆之最。这也造就了德国军队的官僚体制极其臃肿。这些后勤文员还挺把自己的工作当回事儿，不仅一份活搬成几个人来做，还从不轻易划水。他们美其名曰促进军队制度建设，实则只是忙于搞一些可有可无的荒谬规章。
比如部队射击场上沙子的颗粒度，这些文员们都能大书特书，搞出个具体规定，甚至为了防止女性机组人员遭受羊水损伤，还揪着德军步兵装甲车的内部构造问题不放，举手投足间尽显人文关怀。文官集团的臃肿势必会挤压作战资源，拖慢军队节奏，从而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毕竟上一个把文官集团当成宝的已经被猿人的铁蹄踏得无影无踪了。